全球芯片产业不愿服从对华制裁，拜登拦都拦不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卢忠诚，欢迎来到忠诚 Talk。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全球芯片产业不愿意服从对华制裁，做出了明智决定，拜登想拦都拦不住。这背后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对中国有何影响呢？过去几年来中美博弈的发展进程可谓是愈演愈烈。无论是看似无厘头的特朗普，还是如今老气横秋的拜登，在对华制裁上却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那就是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过去几年来不断加大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比如发起对中国中兴、华为、大疆、海康威视等高科技产业的各种制裁，阻止华为、大疆进入美国市场。除了打压中国自身的原动力以外美国为了不让中国借到外力，同样也是费尽了心思，强化对中国的技术引入的风控。然而令拜登政府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美国明令禁止，却依然有企业不愿意服从美国的对华制裁。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尽管美国对中国施加了各种制裁，但是为高科技芯片生产提供光刻机设备的荷兰阿斯麦公司依然在不断扩大中国团队，员工数量将增加 14%。 除此之外阿斯麦公司还在不断强化与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合作，并希望发展中国业务。事实上除了阿斯麦公司以外，全球越来越多的芯片制造商也都正在中国设立芯片生产基地，比如英特尔公司其芯片封装就在中国完成。无论是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公司的对华加大投资，还是多家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加大投资，其实都已经意味着全球芯片产业依然在持续向中国转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意外。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根据数据统计中国一年的芯片进口额都高达3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就决定了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导向。这不仅有利于芯片制造商降低自身成本，更有利于扩张在中国的销量。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科技进步让国际的芯片制造巨头和光刻机巨头感到担忧。诸多芯片产业企业普遍担忧，如果美国的制裁迫使中国与全球芯片产业隔绝，那么很可能会造成中国芯片企业迅速崛起。基于这种来自于中国的压力这些国际芯片产业巨头自然不可能放弃中国的市场，不愿意凭空给自己制造出强大的对手。毫无疑问在绝对的利益面前，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长臂管辖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此刻得到了巨大的凸显。这也说明在全球分工细化的当下，谁也离不开谁。美国想借助技术优势来实现对中国的打压，只会两败俱伤，往往也是自取其辱。以芯片产业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如果将半导体产业与中国市场完全隔绝，美国芯片制造商将面临8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的销售额损失，失去12.5万个工作岗位。从国际芯片制造商来讲，顶住美国的压力选择中国无疑是明智的。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国际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继续投资同样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这有利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强化和完善，是好事，而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对中国刚刚崛起的芯片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国际光刻机制造商以及芯片制造商对中国的加大投资，到底是引入了一条鲢鱼，搅动并促进国内芯片发展的欣欣向荣，还是一条鳄鱼，打压了国内芯片企业的崛起呢？这些都需要时间的验证。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留言交流，我们下期再见。